這兩天圍繞着維尼修斯，關於阿森納和皇馬，確實大家都很關注。另外，《太陽報》說 C 羅和喬治納的婚禮將在8月8日在馬德拉島舉辦。還有曼城對羅德里標價7000萬歐元，否則願意讓他明年合同到期後自由身離隊。還有小蜘蛛阿爾瓦雷斯，大巴黎和阿森納這兩條離隊的通道都已經關閉，馬競計劃留住他。感謝您的點讚熱推，歡迎您在留言區評論。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那麼首先看看維尼修斯最新的進展。在皇家馬德里提出最後通牒以後，維尼修斯表示願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要價，但是維尼也提出了質疑。當皇馬以薪資結構和等級制度為理由，表示沒有辦法提高報價的時候，維尼修斯要求續約獎金來尋求突破，以此達到和頂級球員，主要就是姆巴佩和姆巴佩持平的薪資水平。但是皇馬對此非常抗拒，主要擔憂這可能引發更衣室內連鎖反應，像未來贝林厄姆續約怎麼辦？但今天維尼修斯進一步質疑，為何像姆巴佩、像阿拉巴、像吕迪格這樣從外面加盟的球員就可以獲得遠高於長期效力自己球隊的球員的合同條件呢？他指出自己從2018年起便一直效力皇馬，為俱樂部貢獻良多，包括2座歐冠冠軍在內多項榮譽。可一些還沒有為皇馬做出實際貢獻的自由身球員主要就是姆總姆巴佩，你卻能夠憑借簽字費獲得更高的待遇，所以維尼修斯非常不滿。維尼修斯提出的方案，年薪總額接近但不到3000萬歐元，由固定的薪資、基礎工資，還有和個人數據掛鈎的浮動獎金，以及根據球隊戰績發放的績效獎金組成，還包括皇馬隊史上從未有過的條款，一筆續約獎金。而也就是續約獎金從一開始就是談判的核心障礙。所以站在球員的角度，小熊覺得自己勞苦功高，2座歐冠冠軍獎杯我可都是出了力的。姆巴佩來了，可是1座歐冠都沒拿到過，就因為他從外面來的，所以寸功未見，就比我的工資高那麼多。他可以拿簽約費，而我的續約卻不能拿簽約費，就因為我2018年來得早是吧？這不公平啊。另一方面，談判以外，維尼修斯又更新了社媒，發布了自己度假的圖集。正文寫道：家人、朋友和假期，感謝這一切。現在皇馬這邊的動態態度已經很明確，不打算提高此前已經提出的續約報價，願意接受維尼修斯離隊。這樣的僵局已經持續很長時間了。皇馬接近敲定邊鋒楊迪奧曼德的交易，也對簽下曼城的羅德里很樂觀。現在皇馬高層和維尼修斯代表之間還沒有敲定會面日期，但俱樂部認為目前決定權完全在球員手中，要麼就續約，要麼尋求轉會。維尼修斯將在周一結束世界杯的假期，回到皇馬基地參加季前訓練。而另一邊，阿森納方面已經越來越樂觀，如果維尼修斯選擇離隊，他們將處於最有利的競爭位置。能否簽下他跟阿森納的經濟能力無關，完全取決於球員本人的決定。有消息說，阿森納正準備為維尼修斯個人提出一份潛在的1億歐元合同報價，這是一份為期4年的合同，稅後年薪2500萬歐元。與此同時，阿森納還準備向他提供100%的肖像權，而維尼修斯目前在皇馬的肖像權只有50%。但最新的《每日電訊報》報道認為，維尼修斯留在皇馬的可能性很大，這主要是維尼修斯本人傾向於留在皇馬，而主教練穆里尼奧也希望他留隊。從歷史規律來看，南美球員通常更適應西班牙而不是英格蘭，並且皇馬的聲望和吸引力遠遠高於阿森納。阿森納從來沒有贏得過歐冠，皇馬已經15次捧杯。而在巴西國內，不少人將從皇馬轉投阿森納視為維尼修斯職業生涯的倒退，這相當於降級呀。而阿森納這邊，雖然維尼修斯的合同僅剩1年，但皇馬仍然會索要天價轉會費。2019年，皇馬從切爾西簽下合同只剩1年的阿扎爾，就花費了1.3億英鎊。不過對阿森納來說，維尼修斯可以帶來巨大的商業價值。他在 Instagram 上擁有近6400萬粉絲，而阿森納官方賬號僅有3200萬。維尼修斯如果加盟，不僅能增強球隊實力，更能極大提升阿森納俱樂部場外的影響力，這些都將被納入阿森納在財務上的考量。但是這對阿森納而言仍屬於未知領域。現在阿爾特塔願意給維尼修斯超級報價，視他為亨利之後又一個超級巨星加盟阿森納，所以阿森納老板已經批准了維尼修斯這筆交易的預計金額，儘管數字驚人。阿森納相信他能成為俱樂部的門面，甚至成為整個英超聯賽標誌性的人物。他的加盟將成為英超整個歷史上最重磅的引援。今年夏天，除了已經以4000萬歐元簽下錯利斯之外，
阿森納還準備引進一名中場球員，目前正接近簽下紐卡的吉馬良斯，還有一名中後衛和左邊鋒。另外，吉馬良斯已經非常接近加盟阿森納，雙方非常接近達成一致，紐卡斯爾聯隊放行在即。而另外，今天世界體育報報道關於阿爾瓦雷斯和馬德里競技的事兒。首先，巴薩主席拉波爾塔設定的最後期限已經到來。拉波爾塔曾經說，對阿爾瓦雷斯的報價並非無限期的，截止日期是7月31日。而且早些時候，巴薩已經收到了馬競向西班牙足協的投訴，目前正在處理此事。而距離阿爾瓦雷斯歸隊參加馬競的訓練只剩幾天時間，現在大巴黎和阿森納這兩條潛在的離隊通道都可能逐漸關閉。馬競不願出手，更不願將他送給西甲直接競爭對手巴薩或者皇馬都不行。巴塞羅那如果真想簽下，理論上只能支付高達5億歐元的解約金。那麼8月10日，阿爾瓦雷斯就會歸隊，重新接受西蒙尼的指揮。倒計時已經開始，馬競的計劃仍然讓他下賽季繼續身披紅白球衣效力。與此同時，巴塞羅那也不準備為了完成這筆交易採取不計代價的行動。那麼今年夏天，巴塞羅那引進中鋒的想法均遭挫折。所以雖然有關於費蘭托雷斯和大巴黎的種種緋聞，巴塞羅那對於費蘭托雷斯的立場卻非常明確，他們認為球員是非賣品。現在又說俱樂部非常看重他，希望在夏窗關閉後和他續約。而如果這樣的話，巴薩根據合同中條款需要額外支付給曼城約800萬歐元。但主教練弗里克認為，費蘭托雷斯應該在下賽季繼續效力巴薩。他過去在訓練和比賽中總是全力以赴，所以只有在費蘭托雷斯今年8月主動提出轉會申請的情況下，球員才有可能進入轉會市場。但他本人目前沒有提交關於轉會的申請。球員方面一直保持着高度保密。世界杯期間，他們也不願意就費蘭托雷斯的情況發表評論。但如果費蘭托雷斯明確告知離隊的意願，巴薩也願意和大巴黎談判，而且不會提高現有條件，只會在公平的轉會費基礎上談判放人。巴薩希望留下費蘭托雷斯，但也不會亂了陣腳。未來巴塞羅那計劃向他提供的續約合同也不會提高他目前的薪資待遇。巴薩認為現有條件已經符合球隊的薪資規劃，不會為了續約費蘭托雷斯打破原則。而大巴黎這邊，科洛穆阿尼已經轉會到尤文圖斯，巴黎隊已經正式以3300萬歐元報價日本的國門鈴木彩艷，這其中是2800萬歐元的固定，外加浮動獎金。鈴木彩艷的未來現在也是門將轉會市場上的熱門話題之一。大巴黎目前在爭奪帕爾馬這位2002年出生的門將競爭中，排在尤文圖斯之前，展現出極其強烈的簽約意願。好，皇馬引進楊迪奧曼德的事兒，現在因為迪奧曼德過去的幾家經紀公司的糾紛，這件事情已經受阻，國際足聯已經介入調查，球員或許需要臨時的許可證。主要原因呢，牽扯到迪奧曼德兩家經紀公司之間的衝突，一方是馬克思格拉德爾以及公司 Maxdale Management， 另一方是由美國說唱歌手 Jay-Z 掌控的 Rock Nation。現在迪奧曼德的事兒已經由 Rock Nation 在處理，但 Maxdale 已經就涉嫌違約向國際足聯提起了訴訟。因為皇馬方面現在是和 Rock Nation 進行談判的。去年 Maxdale 負責將迪奧曼德從西甲的萊加內斯帶到了德甲的萊比錫，但現在這兩家公司之間的內部糾紛會直接影響萊比錫和皇馬之間的轉會，因為根據國際足聯的規則，這可能會直接影響他的注冊。皇馬事先並不知情，也與此事無關。雖然皇馬認為最終會得到支持，但現在也只能先應對這種混亂的局面。迪奧曼德過去老 K 已經為他做了2期紀錄片，但這次糾紛很複雜，咱們也只能從最開始的源頭談起。他出生在科特迪瓦經濟首都阿比讓，足球啟蒙是當地一所名叫流星的社區足球學校，而他父親很早就把孩子的前途托付給同街區出身的德斯班巴。班巴在當地有一定的人脈，班巴還開創了自己的班巴足球學校，迪奧曼德由此加入其中。由於迪奧曼德的家境很普通，他的父親曾因多起盜竊案在法國入獄，家裡面其他成員也有健康上的問題，所以班巴的存在填補了某種空缺。迪奧曼德習慣性地稱班巴為父親，所以身邊的人都知道，迪奧曼德口裡的去問爸爸吧，指的是問德斯班巴。15、16歲的時候，迪奧曼德參加了在阿比讓的一場選拔賽，球探亞歷克斯·莫福看中了他。莫福供職於 Rainbow 集團，這個集團在非洲多個國家開展業務，主要計劃是發掘年輕的非洲球員，再把他們送往國外培養，目的地通常是美國。後來雙方很快進入了簽約談判，由於涉及到簽證、獎學金和訓練的費用， Rainbow 集團方面為迪奧曼德投入了每年
約4萬到4.5萬美元。他被送往美國，先後在夏洛特和科羅拉多急流試訓。他在競技層面從沒有讓球隊失望，但這時候已經有了阻礙。當時已經有不止一個人想從他身上獲得利益，所以出現了一些在行政手續上和佣金分配上的糾紛。與此同時，迪奧曼德和 Rainbow 集團相關聯的機構 JV Entertainment 簽訂了多份合同，當時他還沒有成年，其中一些合同由他自己簽署。這個細節後來成為法律爭議的導火索。在美國停留了大約2年之後，迪奧曼德進入歐洲球壇的視野。英超伯恩茅斯隊曾經提出800萬歐元的價格想簽下他，但這筆錢並不是給某家職業俱樂部，而是給迪奧曼德當時仍然正式注冊的科特迪瓦足球學校，也就是班巴的学校。說實話，這對當時的迪奧曼德從來沒有加入職業青訓體系，只接受過美國學校和私立足球學校的培養。對這樣的年輕人來說，800萬歐元這個數字極其誇張。但由於當時迪奧曼德未滿18歲，勞工證成為巨大的障礙。伯恩茅斯也考慮過先簽約，再將他租借到洛里昂隊，但這個方案最終沒有實現。隨後，球員前往格拉斯哥流浪者試訓，在青年队的比賽中表現游刃有餘。流浪者報價50萬歐元，但球員方面認為他的價值遠不止於此，直接拒絕掉。切爾西也向他敞開大門，當時主教練波切蒂諾對他非常欣賞，估值也迅速升到了1000萬到1200萬歐元。於是這個時候，中間人之間的爭奪開始失控。每個人都知道迪奧曼德是一隻會下金蛋的母雞，每個人都想分一杯羹。前往切爾西的交易也最終因為拖延不了了之。於是迪奧曼德的名字就開始在歐洲俱樂部之間逐漸傳開了。外界都在問，這個來自科特迪瓦天賦驚人的孩子究竟會簽約哪裡？經過多輪接觸，諾丁漢森林打來電話，表示迪奧曼德甚至不必試訓，也不用先隨隊訓練，直接談價格就可以。由於諾丁漢森林和奧林匹亞科斯擁有同一位希臘船王的老闆，計劃先讓迪奧曼德加盟奧林匹亞科斯隊，再轉往諾丁漢森林。當時球員甚至已經前往希臘駐塞內加爾的使館辦理手續了，體檢的日期也已經確定了。可就在轉會關鍵的當天，奧林匹亞科斯隊四處打電話問球員在哪兒呢？在哪兒呢？而迪奧曼德始終沒有出現。他後來去了西班牙，德斯班巴和 Interlex 團隊帶走了他，最終和萊加內斯簽約。外界無法確認班巴在這次簽約中究竟拿了多少錢，只知道他成為最直接的推動者。而這時候情況已經非常複雜。萊加內斯的美國老闆是 Blue Crow Sports 集團，這個集團涉足勒阿弗爾等等俱樂部。Blue Crow 呢，原本是和 Rainbow 集團有合作的，但那時候關係已經破裂。可非常諷刺的是， Rainbow 體系培養的迪奧曼德最終卻來到了和他關係破裂的俱樂部，這就引發了關於迪奧曼德第一批合同爭議和法律程序。因為球員名義上已經同 Rainbow 集團相關聯的 JV Entertainment 簽約了，而這個時候圍繞他的經紀人已經非常多，球員也沒有辦法立刻到萊加內斯報到。於是迪奧曼德又被送到迪拜的一所足球學校，過渡了2個多月。就在這期間發生了悲劇，他的妹妹去世了，他本人也開始提出財務上的要求，希望拿到屬於自己的錢，還要求把國內的一些人帶到自己身邊。而這個時候他和導師德斯班巴之間第一次因為金錢出現裂痕。後來到了萊加內斯隊，迪奧曼德很快出場，吸引了歐洲各支球隊的關注。據說萊加內斯隊曾經和德斯班巴約定，未來出售球員的時候給他20%的分成，而這個數字在業內通常最高只有10%，而且班巴也不是持證的經紀人呀。為了讓付款合法化，錢沒有直接付給班巴個人，而是流向他的足球學校。後來萊加內斯希望將20%的分成降到10%，雙方因此僵持。另外法律方面，圍繞迪奧曼德的一份關鍵性文件是他和 Interlex 簽署的經濟授權，這份授權是迪奧曼德本人簽字的，但簽署的時候他仍然是未成年人，依照法律應該由母親或者法定監護人簽署。文件上寫了母親的簽字，但是母親當時因為健康原因留在阿比讓，所以後來的团隊據此主張這簽名是無效的，整份協議因此被棄用。但有知情者認為，這從一開始便可能是設計好的，先借助 Interlex 完成萊加內斯的轉會，等真正的機會出現的時候，再以未成年人簽字無效為由解除綁定。不久後，前科特迪瓦國腳馬克斯·阿蘭·格拉德爾的經紀公司也進入了這場爭奪。格拉德爾退役以後成立了經紀公司，和一些持證經紀人比如讓·馬歇爾·洛波合作。有一些德國的聯繫人找到他們，
希望幫忙處理迪奧曼德的轉會事務。通過格拉德爾公司的運作，萊比錫隊逐漸成為最有可能簽下他的球隊。這時候法甲的摩納哥也曾經積極的追逐，但僅僅只承諾了一個位置，沒有給出清晰的競技規劃。萊比錫隊穩步推進，甚至在體檢當天成功阻止了摩納哥隊最後一刻的截胡。迪奧曼德最終加盟萊比錫隊，據說德斯班巴在這次交易中獲得了經濟佣金的一半。而在萊比錫的第一個完整賽季，迪奧曼德表現極其驚豔。入選國家隊的時候，主教練起初還想再等一等，但各方推動，最後只能完成徵召。迪奧曼德在非洲杯也有進球，也就是在非洲杯，他背後的爭議又再度出現。此時，巴塞羅那、拜仁、利物浦、曼城等等豪門開始問價，而 Roc Nation 這家和美國 Jay-Z 和維尼修斯相關聯的跨國經濟娛樂集團加入了戰局。Roc Nation 為了說服迪奧曼德，曾經安排一些明星和他通話。而他精神上的父親德斯班巴同樣參與了談判，並且被巨額的報價所吸引。Roc Nation 的高層也來到了非洲杯比賽現場參與推動。正在非洲杯期間，談判亂成一團。格拉德爾公司持證的經紀人讓·馬歇爾·洛波在多名證人的見證下，取得了迪奧曼德的簽名，將合同延長到2027年12月。相關合同很快還在英格蘭足總備案，但沒過多久，他又在班巴的要求下發表聲明，否認了這次續約。隨後，迪奧曼德和 Roc Nation 正式簽約，而且得到了和維尼修斯見面的機會。有消息人士說，維尼修斯花了2個多小時勸說迪奧曼德。這一系列的波折讓局面非常複雜。格拉德爾公司認為自己擁有合法的合同， Roc Nation 則堅持稱自己才是當前的經紀人。舊合同的效力到底怎麼樣？球員的否認聲明有沒有效？新合同的執行如何辦？層層疊加起來，最終演變成多起法律程序。現在至少有3項。第一項來自最早的團隊 Rainbow 集團，他們仍然持有當年簽訂的肖像權合同。按照當時的結構，球員本人擁有 60% 肖像權收益， Rainbow 關聯公司占 30%， 德斯班巴占 10%。 Rainbow 集團主張合同仍然有效，並已經發起訴訟。第二項來自格拉德爾公司，他們向體育仲裁機構提起程序，要求維護自己的合同權利。由於經紀合同已經在英格蘭足總備案，相關的佣金很可能因此被凍結。第三項來自一個叫米奇·巴科文斯的人，據說他曾經在阿聯酋活動，早期為部分的款項提供過資金，也與格拉德爾公司合作過。如今他也提出了肖像權方面的要求，並且已經聯繫了皇馬。所以皇馬的法務部門現在收到了多方權力的主張，這對於一向重視肖像權管理的皇馬而言非常不尋常。而現在的經紀公司 Roc Nation 原本為迪奧曼德規劃了去英超的路線，利物浦和曼城曾經是優先的選擇，但由於舊的合同沒有清理，如果轉會英超， Roc Nation 的佣金可能被英格蘭足總凍結，所以英國分部既沒有解決舊合同，也沒有和權利方達成和解，只能告訴球員英超的方案不合適，實際的原因是合同糾紛沒有解決。那既然無法轉會英超，轉會價格理應有所下降，但 Roc Nation 又不願意接受這一點，於是轉向了大巴黎和皇馬。大巴黎被各種各樣極為高昂的要求嚇退了，據說簽字費和佣金合計達到了接近2000萬歐元。萊比錫還堅持要高額的轉會費，連大巴黎的總監路易斯·坎波斯饒是他見多識廣，都認為交易過於複雜，特別是多項法律程序仍然在進行中。而最終皇馬通過國際球探部門負責人積極推動了這筆交易。萊比錫的要價加上工資，還有佣金，還有簽字費，整體成本可能超過1億歐元。所以雖然迪奧曼德的天賦毋庸置疑，但圍繞他的並不只有足球。德斯班巴這個所謂精神上的父親深陷各種利益網絡，多位經紀人為了迪奧曼德爭搶合同，卻也沒有一個真正為他考慮的。而迪奧曼德自己有時候也直接要求金錢，要求禮物。整個故事開始於對他天賦的信任，卻逐漸被金錢、被合同和野心裹挾了。所以足球從來不只有球場上的90分鐘，這條路上有奇蹟也有陰影，而幕後往往更真實也更殘酷。現在的關鍵在於國際足聯的態度，目前他們已經收到投訴，正在進行審查。如果經紀人之間就球員的代表權存在公開爭議，國際足聯可能會推遲，甚至在極端情況下拒絕將這筆簽約錄入他的系統。這場混亂的大戲持續在上演，我們只能靜觀其變。好，大巴黎這邊，羅馬諾已經 Here we go， 巴黎隊簽下了24歲的中場球員阿克利烏什。
轉會費5000萬歐元。大巴黎最近在新的足球總監的帶領下，不光有錢，還非常會做生意。不管是買人還是續約，價格都很合理。內部的薪資結構非常有條不紊，甚至比皇馬、巴薩、拜仁都更健康。那麼最近在中國大陸國內，在董路舉行的2034杯出現了一個10歲的小孩基里安·庫巴西，他表現亮眼，單場打入6個球。但老 K 先說結論，過去這幾年歐洲球員改年齡的問題非常嚴重，而即便是沒有這種情況，在世界各地每年的小馬拉多納、小梅西不勝枚舉。據此就猜測這個基里安·庫巴西未來是新的姆巴佩或者新的亞馬爾，那實在為時尚早。不論球員10歲、12歲、14歲、15歲、16歲的時候多麼牛逼，只有他未來在5大聯賽踢過一個完整賽季之後，咱們才可以下初步的判斷。當然，過去老 K 的球迷生涯中，像梅西那種超級天才的案例也有。梅西是真的第一次替補出場，已經讓我亮瞎雙眼。所以咱們華人的文化特別拔苗助長、殺雞取卵。作為一個理性的中年人，老 K 非常反對，而且也提醒大家，職業體育無論是足球還是 NBA，由於充滿着銅臭味，各種年齡造假、過度包裝屢見不鮮，所以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將小孩子炒成網紅。我也堅決反對董路模式。過去我已經持續關注他接近9年了，他從來沒有認認真真注冊一家青訓俱樂部，從零開始認認真真培養小孩訓練踢球。這方面我的態度已經很明確，參看老 K 之前的一期影片，系統性的講董路。好，另外關於羅德里的消息，有報道說曼城已經態度很強硬，如果皇馬不支付7000萬歐元，那麼即便羅德里明年可能自由身離隊，他們也寧願將他留隊。所以底線已經很明確，必須支付7000萬歐元，這包含了浮動條款，而且絕不降價。曼城過去在球員出售方面策略很嚴謹，他們允許任何提出離隊申請的球員離開，但前提是報價必須令俱樂部滿意。此前巴塞羅那已經領教過這種手段，無論是簽下埃里克·加西亞的時候不得不等到自由身加盟，還是求購貝爾納多·席爾瓦，都多次遭到拒絕，也印證了這一點。現在羅德里已經邁出關鍵一步，正式提出離隊申請。皇馬原本以為這筆交易能在48小時內敲定，但如今已經意識到這將是一場持久戰。而曼城也在按部就班試圖簽下里爾隊中場年輕的布阿迪，目前還沒有達成協議，但未來幾周內可能加盟。羅德里過去以為憑自己和曼城的特殊關係，可能估值會低一些，可現在也只能繼續等待。不過更多的記者都在表示，最終羅德里和迪奧曼德都會來皇馬，這是板上釘釘的。好，讓我們也關注一下前曼聯的邊鋒桑喬，他現在合同到期以後，只有26歲的前英格蘭國腳，竟然沒有人對他有興趣。此前有卡塔爾球隊阿爾奈揚隊詢問過，但隨後沒有任何進展。桑喬5年前以7300萬英鎊從多特蒙德加盟曼聯，83次出場只打進12個球。過去3個賽季，他多次租借給多特蒙德、切爾西和阿斯頓維拉。現在他在英國第10級別的聯賽球隊訓練，沒有任何英超球隊對他有意思。過去切爾西想要他，桑喬死活不降薪；阿斯頓維拉和羅馬想要他，桑喬又索要高額的簽字費，最終落得現在這個下場，怪誰呢？ OK， 巴塞羅那正在尋找中後衛，體育總監德科親自接觸，並且詢問了西班牙國腳拉波爾特的情況。德科甚至到現場觀看了幾場比賽，但比爾巴鄂競技方面的回應很明確，拉波爾特的起步價8000萬歐元。要知道他已經32歲了，這就太誇張，德科只能趕緊掩面而走。好，另一方面，巴塞羅那很有信心，在未來幾天能完成坎塞洛的轉會。這位同樣32歲的邊後衛即將簽下一份為期2年的合同。巴薩和球員就個人薪資問題已經達成一致，最終可能付給利亞德新月1000萬歐元左右。新樂隊已經決定放行，目前也批准了坎塞洛可以缺席集訓。那麼這個夏窗，巴塞羅那在失去了萊萬之後，如果買不來小蜘蛛，那麼巴薩內部認為，只要費蘭托雷斯不離隊，主教練弗里克就已經擁有了一條很具實力的鋒線。那麼湊合也能過，就不會強行在鋒線方面買人。好，另外英超的熱刺隊對27歲的高中鋒奧斯梅恩感興趣，據說已經提出一份5000萬英鎊初步報價。目前加拉塔薩雷的要價是6500萬英鎊左右，還有切爾西、曼聯和馬德里競技也在關注奧斯梅恩，還有尤文圖斯的中鋒弗拉霍維奇，他現在正等待巴塞羅那簽約的機會，已為此拒絕了貝西克塔斯提供的豐厚的合同。弗拉霍維奇是現在歐洲身價最高的自由球員，
尤文圖斯似乎已經徹底對他關閉了大門。那麼球員和他的團隊正密切關注巴塞羅那市場的動向，他們相信最終會有簽約巴薩的機會。最近1個月，貝西克塔斯隊一直在為他提供合同，包括500多萬歐元的簽約獎金，還有每個賽季800萬歐元的稅後工資，合同為期2年。從經濟層面看，沒有任何俱樂部能夠匹配這個報價。弗拉霍維奇只有26歲，在和尤文徹底決裂以後，弗拉霍維奇降低了對巴塞羅那的要價，調整後的工資已經符合巴薩的財務標準，他的名字也在總監德科考慮範圍內，但巴薩還沒有採取任何實質性行動。巴薩認為他是個很有實力的前鋒，但近期的傷病問題、踢球的風格問題也引發諸多疑慮。另外，意甲的 AC 米蘭盯上了阿森納小將恩瓦內利，阿森納標價5000萬歐元，1年前恩瓦內利的身價還5500萬歐元，但由於在阿森納沒有位置，租借去馬賽，主教練又不喜歡用，導致比賽太少。只有20歲的他已經在英超踢了4個賽季，但後來的發展確實不好。恩瓦內利怎麼也得租一個靠譜的俱樂部練練級啊。好，切爾西今天簽下了斯特拉斯堡的阿根廷中場巴倫廷·巴爾科，據說轉會費4000萬歐元，但這2個隊都屬於同一個集團，屬於左邊腰包掏到右邊腰包。還有，切爾西今天還簽下了巴列卡諾隊的左後衛佩普查瓦里亞，這也是新的主教練哈維·阿隆索要求的。轉會費2500萬歐元加上浮動，創下了巴列卡諾隊史上最高的出售記錄。切爾西這個俱樂部就這點好，每天看他的新聞都在買，從來沒有賣。現實生活中這樣的老板總讓人感嘆4個字：有錢真好。另外，曼聯方面仍然希望在夏窗的末段繼續補強中場、左後衛和前鋒。曼聯期待簽下楚阿梅尼、劉易斯霍爾和弗拉霍維奇。劉易斯霍爾21歲，在紐卡斯爾聯隊已經打了3個賽季，過去的2個賽季出場時間比較穩定。紐卡斯爾今年夏天局勢很動盪，俱樂部老板也正在重新評估組建新的陣容，所以霍爾本人很願意考慮加盟曼聯的可能。好的，輕鬆一下，在報道不正經的事情上，向來非常正經的太陽報終於官宣 C 羅將在8月8日在馬德拉島和喬治納舉辦婚禮，這裡是他出生並且長大的地方。島上的首府風沙爾的大教堂已經被預定，按照當地習俗，婚禮將在下午3點進行。據說他們已經預定了附近的5星級酒店薩瓦伊宮，酒店的住客們已經被告知，周5和周6將有2層樓被暫停使用，多個酒吧區域也會關閉。C 羅是2016年，整整10年前認識了西班牙和阿根廷後裔的喬治納，並在去年8月向他求婚成功。上周2個人已經被拍到帶着巨大的鑽戒乘船前往馬略卡，這巨大的珠寶和鑽戒據說價值數百萬美元。漂亮的喬治納也在不斷的曬照，而偉大總裁 C 羅結婚的酒店現在還可以預定，人民幣3500一個晚上起步。好，另一邊29歲的日本國腳板倉晃和31歲的女演員川口春奈，他們在8月2日的社媒宣布已經結婚，並且透露已經懷有第1胎。2人交往1年後終於修成正果。板倉晃現在效力於荷蘭甲級聯賽豪門阿賈克斯，川口春奈則因為和17家廣告商簽約而被稱為 CM 女王。2人在相隔超過9000公里的超遠距離中秘密培養了感情，在世界杯結束後下定決心調整了結婚的日程。OK， 今天的報道就到這裡，感謝您的點讚熱推，歡迎您在留言區評論。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歡迎您訂閱這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咱們明天再見。